欣姐，饭来了。嗯。跟董事长通过电话了？通过了，也同意了。那不挺好的吗？还不高兴？我是放弃了公司的分红，他才同意的。盲盒没有盈利之前，我不想收公司的股。凭什么呀？欣姐，你是为公司赚钱，凭什么牺牲自己利益啊？我们大雅斋的线装书和高精书画已经走到瓶颈了，我不抓住这一次的机会，很难有大的发展了。你光替公司着想，有没有人替你着想啊？放心吧，我相信我自己的判断。盲盒只要发展起来了，1分钱都别想少我的。大雅斋宣纸盲盒首发仪式现在开始，请4位领导揭幕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有请优秀的设计师为大家讲解一下设计原理。这些产品的设计师宣言。我在设计这些产品的时候，均是取自于像盛世唐朝的仕女图啊，《红楼梦》中的金陵12钗的形象，它代表了年轻人彰显自己的一种态度，一种叛逆的感觉。老轩，我呢给老天爷敬了杯酒。老天爷说了，下一场雨晴1个礼拜，又下一场雨，太阳又出来1个礼拜。你瞅瞅，这多好啊，多白啊！这么些年没产生过这么白的蓼皮了。是啊，所以说要懂行才行啊。哎，纸好啊，它终究要料好才行。这话你说的对啊。林师傅，哎呦，弟妹，哎呀，你来就来，还拿什么东西？怎么能不拿东西呢？你这1年才能下山几回啊？我跟老轩老说来看看你，这东忙西忙的就没上来，也不知道你缺点什么。我能缺啥？有天有地有檀树，我啥都不缺。那你总不能让我再拿回去吧？拿着吧，山上凉，挡挡寒气也是好的。哎。就是，你不是膝盖不好吗？我给你拿了一个纯羊毛的护膝，你戴着，哎呦，暖和。徐经理，你不用勉强。你们要是真看不上我们轩家的纸，那这合作就算了吧。别呀，轩总，紫禁博物院就看中了古法纸。做点不就得了吗？你想啊，不管是手工纸还是古法纸，肥水没流到别人那儿去，不都在您轩家田里吗？我们老总听说您这儿的纸好，又给紫禁博物院解决了困难，当场就决定以后松鹤斋的手工纸都在您轩家进。您现在一句话说不合作了，您让我怎么交代呀？徐经理。我不是为难你，我上次就说过，我们轩家不做古法纸。师傅，有事就说。徐经理给您打电话了吧？徐经理也给我打了，徐经理也说，紫禁博物院决定要用古法纸。他们董事长很高兴啊，
拍板说，手工宣纸以后都从宣家订，1年能有400-500万的订单呢。啊，徐经理还说了，松火斋国内和国际的资源，我们以后都可以借上力，还会帮我们参与国内外的各个评奖，还有交流活动。以后国家级别的场合和联合国都可以用上宣家的纸，只要我们能合作成，那宣家在宣纸界的地位就稳如泰山了。我跟宋火斋已经说了，我们不合作。徐经理也说了，如果不合作，他跟董事长那边不好交代，再说别的合作也不可能了。哟，什么意思啊？这还威胁上了？有什么了不起的嘛？德行！我知道你们对国法纸有偏见，这点我特别不理解。那我们天天都在说敬祖先、敬祖先的，那国法纸就是祖先造的纸啊，我们恢复国法纸不就是在敬祖先吗？那再者说啊，这消费者认可宣家这个品牌，那认可的不就是宣家传承1000年的古法工艺吗？那我们放弃了祖先的蒙泽，去做那些手不手工、机不机械的纸，这怎么能对得对？够了！师傅，我们不能再闭嘴吧你！宣家轮不到你讲话，像你这种欺师灭祖的逆徒，早就应该拖出去打死。你别拉我！吃饭。轩老哥，我也不明白了，像这种吃里扒外的人，赶紧让他走吧。哎，别动我！队长，别动我！我最后告诉你一次，别动我！都你怎么了啊？你还想挨打是吗？他来了，坐，吃饭，坐下。永年，闹到现在这一步，你不能再由着他。都坐下。杨东，你继续说。你们几个人真是好笑，就只会在这儿道貌岸然地指责我。来，你们说说，你们有谁真正为宣家考虑过？你说怎么了？那现在再说救宣家，你提出个方案来，你能提出来，我跟你。还有你，少发，你有工资行吗？我们晒纸拿工资有什么不对的？宣家要没了，还有什么工资拿？宣家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一个字儿都没有。为宣家真正考虑的人只有我。我为什么这么坚持古法纸？因为古法纸是宣家活下去的根基呢。我敢当面跟师傅这么说话，是因为我问心无愧。只有我，才考虑着怎么才能让宣家发扬光大。你还不如直接说，只有你才有资格做宣家的传人。您说对了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只有我才有资格做宣家的传人。你看看，说的道貌岸然的，这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你？行了，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我们宣家从古至今做的纸都是古法，只不过我们做的是守正创新的古法，不是那些因循守旧、刻板的古法。张铎，我带你去看看。我们先从原材料说起，这些啊，它是要经过日晒雨淋，再摆到石灰里去漂白，然后再拿到晒场去晒3年。这和用漂白粉和其他的化学工艺那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宣家就保留了晒场，从选材料一直到撩皮撩草的阶段，我们都保留了古法工艺。这是制浆。过去我们先人呢，
都是用人力去怼劈怼跑。后来呢，就发明了水车怼，到现在就是用电来怼，这样就节约了几倍的人工，但是质量呢，却没有任何区别。难道你说，这个电怼它就不是古法，还非得要人工才是古法吗？这洗浆池就是接通了上下的循环水，这比传统的带料它更干净。这个宣纸啊，它对工艺的追求是青似蝉翼，白如雪，这是我们对工艺品质的追求提升啊。以前呢，就是把纸啊贴在日光下的青石板上去晒，一天呢只能晒10几张，最多也就是晒几十张，遇到下雨就晒不成了。我们这个地方，黄梅季节一下雨就1个月，好在后来呢就出现了用柴烧、煤烧的烘焙墙，一直到现在就实现了电焙墙。它既解决了清洁能源，同时呢那个温度又实现了精准把控，纸的质量那比过去那要好得多了。你说，干嘛不用呢？您啊，就没理解我的思路。我在乎的是怎么才能证明宣家的1000年传承。那老百姓们他们不懂，但是他们愿意相信古法就是传承。你那不是在做纸，是在作秀，在装样。那是您对我的误解。我想要做的是怎么让宣家再次荣耀。你做的那些做古法纸的视频，如果说卖的这全部要还原于古法，那个价格，它肯定在上万元以上。除了紫金博物院有特殊用途派得上用，那老百姓谁买得起呀？如果你宣传的是古法，卖的就不是古法，那你就不是诚信经营，你是在骗人，在行骗呐！师傅呀，现在时代变了，客户们他们最在乎的不是诚不诚信，而是高不高端。那古法纸就是定位高端，只有定位高端了，宣家的品牌那才能高端啊！张度，我们宣家1000年的传承，我这个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，是装样子装出来的吗？不，您绝对不是。所以现在，宣家的情况才没有多好啊。在宣家以前，天下都是用麻呀、桑皮呀、构皮和楚皮这些来做纸。如果宣家不懂得创新，那就不会是几代人煞费苦心、千方百计、想尽一切办法，终于找到了用青檀皮、沙田稻草来做纸，那就不会有今天享誉天下的宣纸。我只跟你讲做纸的态度。如果你做古法纸的目的只是为了包装经营，那你就不用给我谈这些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老宣，师傅，今天我们立下一个规矩，在宣家不许做你认为的古法纸，不从自辩。您就这么笃定？您做的纸比我的古法纸要好吗？张都，说什么呢？你今天有点过分了啊！你来，张都，你再说一遍来。我宣永年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装样子。咱们就是个做纸的工人，是什么样就什么样，一点不影响进步。
张东，他是你师傅。行了行了，没事了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都回车间干活去啊！没事了没事了，回去吧啊！爸，徐经理都等半天了。哟，徐经理，哎呀，姜老，哎呀，您这拳打的真是行云流水呀！什么呀？早知道您来，我还打什么太极呀？早就沐浴更衣，到门口候着了。不敢，您这么说真是折煞我了。爸，许经理他知道得罪您了，专程来赔罪的，自己一个人还不敢来，非拉上我，您就别阴阳怪气的了。我阴阳怪气？哼，我哪敢呢？人家现在手握生死大权，想跟谁合作跟谁合作，想跟谁翻车跟谁翻车。哎呀，姜老，可能，哎，这里边可能有一点点误会。哎，怎么说呢？其实吧，不想合作的，真不是我。是他宣永年，宣总他不想合作。您可能还不知道，紫禁博物院，他偏偏他就看中了这些古法纸。我心想，你不管是古法纸还是传统纸，你说这肉不都烂在他宣家的锅里吗？可没想到，你这宣永年他死犟啊他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还得给你个交代。我真没这意思，姜老。我今天来，一是诚心诚意的给您道歉，再就是呢，有一个新情况，想请您老给拿主意。坐。好。是这样啊。宣永年的徒弟张度，提了一个建议，就是按照紫禁博物院的要求。做一刀古法纸，再做一刀宣家的纸，然后请紫禁博物院的专家再比比看。您觉得这事儿行？比纸啊？谁跟谁比啊？就是徒弟和师傅。对呀。这有点意思啊。姜老，你真的假的？你别逗我啊！我还真是没想到，宣家这小河沟子里边还卧着一条过江龙。哎，这回够那老经理喝一壶的。那紫禁博物院那边，交给我了啊。只要宣永元他同意跟他徒弟比纸啊，曾院长那边我亲自去说服了。哎呀，姜老，这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如果这事儿成了，我一定好好的干。不用，我就是想瞧一乐。嗨，来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你师傅可要和张度进行一场师徒大 PK。师徒大 PK？ 你自己看看视频。那究竟是我所做的千年古法纸会更受专家们的青睐，还是我师父宣永年所做的传统手工纸会更胜一筹呢？请看我们决战紫禁之巅。哎，你说这宣老爷子对张度这么好，拿他就跟自家孩子一样。这都说啊，这紫禁博物院是认准古法纸啊，我也认可这小子。谁说的？哇，外边都这么传，这视频都在这儿了，这还错得了啊？人家现在都看好张度，他拿这个打赌下注呢。你是不是也参与了？我能干这违法乱纪的事儿吗？这什么性质？这欺师灭祖啊！这应该清理门户。这要在古代，这事儿你深有体会呀！嘿，二虎，别，说什么呢？你别，行，急了，坐，咱说正事，说正事。话说回来，我觉得这事儿啊，张度做的是太不合适。你师傅是谁？那可是国家级的飞机传承人，这被自己徒弟挑战，万一
这万一张都要赢了，宣永年可丢大人了。这个张度，原来觉得这小子挺好，装出来的，是个演员嘛，哼。关键啊，宣叔叔以前那么气动，这回真气死。那宣叔叔现在什么态度啊？没好问，不过想也知道，这比也不是，不比也不是，哎，骑虎难下呗。唉，宣家这岁啊，真是麻烦大了。遥想当年，与痛失弟子章太炎，反清为不忠不孝，愤然宣告，屈原无视弟子。廖主任，您说的这个章太炎反清的故事啊，这是进步思想，和张度是两码事儿。鸡蛋里挑骨头，我这是在表达我的悲愤之情。我没有说。主任，您这哪是鸡蛋里挑骨头啊？鸡蛋都要让您说成鸭蛋了。你们两个什么态度？比那张度好不到哪儿去。我没。我早就看出来这个张度啊，他心术不正，但我没想到他这么坏啊，像坏透顶了他。就是啊，老宣呐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看走了眼。你是农夫，他是蛇。谁说不是呢？你看，我们为了跟苏鹤斋合作呀，费了多少力气呀！现在好了，全让这小子给搅和慌了。宣师傅，你还要立他当传人啊？他比我们宣言啊，可差了10万8千里了。就是啊。哎呀，你们都少说2句吧。现在不是讨论是非的时候，这回比不比，咱们得商量个主意出来。哎，师哥，你遇事啊，你看得最明白。你给大家说个章程啊！师哥，你就说吧。要我说呀，就不能比，也没法比。那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宣家都怕事儿呢，这就是嘛，这事要传出去啊，桃花镇做纸的都要笑死我们了。对呀，就是啊。你要让我想啊，有3个不能比。这第一啊，紫金院的专家认定了古法纸。咱们比了就是输。对呀，这张都啊，就是算准了这一点，他赢了宣师傅啊，他就当大师了。这第2条，师傅跟徒弟比，这还没出手呢，就失了身份。这老话讲啊，叫为老不尊。这第3个呀，万一比输了，咱们就得给孙鹤斋啊去做古法纸。输了名誉不说，还坏了咱老宣家的规矩。所以我说呀，这是3不能比。老壳子呢？哎，说的也对，现在就是啊，你肚子再胀，这口气啊，也得咽下去。没想到，临老。还被徒弟逼着要夹着尾巴做人。这口气咱不咽。哎，宣言回来了。他张度想比，那就陪他比，不过不能跟我爸比，他不配。我来。哎，帅啊！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咱宣家怕过谁呀？是不是妈？就是。宣言，哎，你这个主意不错。永年呀，这宣言说的对啊，让宣言跟张度比，2个晚辈就是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辱没不了咱宣家的名誉。没错，哎，这就叫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看看。这关键的时候，那还是得看我儿子，还得是我们宣言。不是，哎，老盒子伯伯，怎么就输了呢？我不仅要赢，我还要把孙鹤斋的业务给拿回来。好，有骨气。
我跟老宣交了宣言10几年，还怕他这个新手吗？我来帮宣言抬帘。有我们大家做你的后盾，不怕。一炷馨香透云霄，白鹿贤淑渡石桥，宣誓祖先开云路哎，千秋万代共宁海。起来！乌帘荡起，星斗移，只将凝作月光一。水纹动。心诚魂印，塑真缘。B 组纸样 pH 值、数值检测开始。A 组纸样抗老化实验开始，时间记录9月17日13点55分40秒。A 组纸样纤维组织结构与杂质测定。AB 2款纸样 pH 值复检完毕。记录 B 组纸样耐折度数据。A 组纸样采用埃莱门多夫法撕裂度实验。收到。你好，那个，问你一下啊，就是现在结果出来了没有啊？现在我们专家组正在开会研讨。啊。结果出来我通知你。谢谢啊。怎么这么磨下去啊？都1个多钟头了，就不能等结果出来之后再叫我们过来？哎，张舵，要不然咱们回去吧。他们都是学识渊博、学贯古今的专家学者，态度专业、严谨、审慎。你也严肃点。一个整天做梦都想当大师的假大师，今天是要见到真大师了啊！理化实验的结果出来了。是的，可能是原材料和水源相同，2组样纸的理化数据非常接近，都达到了标准。但是在白度、均匀度和杂质测试这3项来看，B 组样纸的表现更好。B 组，这不是宣家的手工纸吗？是的。行，你忙去吧。哎呀，这都定好的事儿，还折腾干嘛呀？既然大家意见统一了，那就定了吧。就选古法纸。哎，怎么叫大家？怎么就统一了？我是来观光的游客，不作数，是吗？你个老东西，你不是游客，你倒是发言呀！再不说话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那也是被你们几个老东西给气死了，只是拿来用的，试都不试就定了，就因为这个东西叫古法纸啊。天津的包子还叫狗不理呢，你喂喂狗试试，看它理不理。各位都是专家，说话做事要严谨，要负责任的，不能狗带嚼子胡勒。不是老姜，你才胡勒呢，这古法纸和狗不理能一回事吗？好，那我问你，这次咱们修复的字画是明清的，你这个古法纸，所谓的古法是哪朝哪代的古法？啊？一天让你吃3顿饭都吃一样，你还不愿意呢？这宣纸1000年，从选料、配方到制作工序，那都一成不变吗？你们搞研究搞了一辈子了，不能因为古法纸这3个字的噱头，就给你们灌了迷魂汤。这老东西啊，这辈子那嘴就跟小刀子似的。
不戳伤人，他心里难受。这次大规模的国宝修复，关系到国宝文物的千秋万代，选最好的纸才是我们的责任和态度。哎，我说老强，你干嘛生气啊？啊，这个姿势体大，啊，既然把话说出来了啊，你这个老姜也表明态度了，是吧？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啊，保证做到这个公平公正。你不公正，我骂死你！来吧，那就试纸吧。来，试纸啊，试纸。有一件事儿，我一直都想不明白。哎，张度啊，张度，你说你干什么不好？为什么非要想当一个大师呢？那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叫“女怕嫁错郎，男怕入错行”。哎，你就是真想当个大师，你当个易经大师，当个国学大师，你就是出家也能做个大师，对吧？那不都比捞纸强100倍吗？好，就算是你捞纸真捞成了一个大师，那不还是个捞纸的吗？厉害！嘿，这老小子有模有样，天衣无缝，你还不服不行。先别说服不服，你们几个老家伙呀，好好的看看这2张纸。粗看别无二致，细看却有区分。你就别学我咬文嚼字了，就直接说哪张纸好。负责任的说啊，还是轩家的传统手工纸更好。润墨自然，灵动。你别说啊，透着那么一股灵气儿。姜大师啊，您怎么说啊？赶紧显摆吧，别剩着了。你们要真想知道，就把那2个做纸的小子叫上来，仔细问问他们是怎么想的。铁伟老师们好。坐。宣言，张度，我们专家组呀，对你们2位造的纸啊，分别进行了理化方面和艺术方面的分析研判。今天请2位来，就是想和你们好好聊一聊，在造纸上，你们有什么样的体悟和感受？谁先来呢？好，那我先来。我在造这刀纸的时候，我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了一首诗。我觉得这首诗就可以代表我当时的心境。诗？也好，讲一讲。好。一帘雪浪出深山，天楚声中见大观。不向人间争艳色，只留清气满坤前。挺好，托物言志，寂静生情。你这首诗啊，临摹了王冕的墨梅，不用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你是不向人间争艳色，只留清气满坤前。把乾坤换成了坤钱，也可以啊。这诗还能临摹啊？那当然了，不过呀，这有一个伦理边界，独创性增量，语境充够度，文本变异率，银川杂录里有这个偷语、偷译、偷视3级评判。
罪忌偷鱼。偷鱼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抄袭。我只是借师言志罢了，让评委们见笑。梁岩老师，你谈谈吗？啊，我们这桃花镇上啊，挨家挨户的都造纸，镇上的小孩呢，都会一段顺口溜：剪纸的先生，捞纸的匠，晒纸的伢儿不像样。这捞纸的大师傅是最牛的。那会儿挨家挨户都穷，一到过年，谁家有糖有点心，不用问，捞纸师傅家里肯定有。所以我6岁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爸说，我说我要学捞纸，我爸一口就答应了，但是他把我给蒙了，他根本就没教我捞纸，那整天就带我去那个青潭林还有水稻田里干活，但我那会儿小，他老打我，我也不敢问。我就只能整天陪着他，一待就是一整天。那我爸跟林伯2个人，那就是2个闷葫芦，一声不吭，埋头就是干，从天亮到天黑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。就这样，我就看着那一棵棵的青檀树慢慢的长大，被砍下来一根根的枝条，剥下来一缕缕的青檀皮。被制成一捆捆的蓼皮，看着那一茬茬的水稻成熟，稻秸秆被割下来，做成潦草，整整3年了，3年，一张纸都没让我捞过，还反反复复的让我去背祖训那几句话：清谈3年成才，稻草3伏练骨，用料当如世亲。莫负天地之恩。这有一天，我实在就忍不住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爸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教我捞纸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我早就教你捞了。”每当我捞纸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那一片片的青檀林，还有那一片在春风中节节拔高，秋风里稻穗饱满的水稻田。时至今日，我再看到那青檀林和水稻田的时候，我仍然能感受到一股亲切的感觉，是他们养活了我们千年宣家，他们是我宣家的一部分。用他们造的纸，那和我们是一样的，是会呼吸、有情绪的活物。是藏在纸中，千年不散的神。说得好，纸寿千年，因为它是活的才有寿命。它要是个死的东西，你就过上个1亿年，它还是个死东西。对，正因为它是活的，才有了纸的神，才有了我们书画的韵。该着你老小子出风头啊！这句句在理儿，是那么回事儿。今儿啊，我们被这个年轻人啊，给好好的上了一课。还没听出来吗？他就是宣家人，千年宣纸，千年宣家呀！你们发现没有？这小子身上有他师傅那混不吝的洒脱劲儿，这说起话来啊，4溜不靠，像炒豆子似的噼里啪啦。但是啊，这声声带响啊，这都是我师傅带的好。你小子，行，那几位老专家我都伺候不了，可一提到你，嘿，个顶个的夸。嗨，这都是前辈们的褒奖，对我这个晚辈的提携。他们一致把票投给了你的传统手工纸，他们联名向上请示，把原先用古法纸修复的议案彻底推翻了，不容易啊。明白。咱们的合作就这么定下来了，别的我就不多说了，就一条，
你们的品质，连带着我们松鹤斋的荣誉，不能掉链子。请您放心，我们宣家视纸如命，合作愉快。这和松鹤斋合作的这份合同，还真让你给签成了，老薛。徐经理会跟你们讲啊，需要什么样的纸，要多少，定什么价格，还有打款方式，那个副页上都有写，你们慢慢研究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儿子，板凳没坐热呢就走啊？大雅斋那边在搞文创宣传，整天催我过去，一大堆事等着我弄呢，我得赶紧过去。宣言，那个。上次你跟张度比赛还赢了，我跟你妈说过好几次了，家里要给你祝贺祝贺。是，你爸早说了。好，我最近忙，要不这样吧，等我最近忙完了再回来一块吃。我还有个事儿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就刚才你们在回来的路上，张度说了什么没有？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经传一承袭。淡淡墨香飘江南，千年古镇有灵气。那人那方那工艺，留下多少传奇？这山水灵犀，有多少故事，只此那情侣养育着土地，养育着土地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经传一承袭。纸上阡陌写断情，方寸之间有真情。愿以世间多风景。